嗨，亲爱的书友们，欢迎来到书海时光，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赶快关注我们，一起畅游书海，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从零到一不仅仅是一本关于创业的书，它更是一本关于如何思考未来、如何创造价值、如何在竞争激烈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独特位置的指南。这本书的核心思想是，真正的进步不是从1到 N 的复制，而是从0到1的创新。它鼓励我们跳出传统思维的框架，去探索那些尚未被发现的领域，去创造那些前所未有的价值。在开始之前，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有机会创造一个全新的产品或服务，这个产品或服务将彻底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你会怎么做？这个问题不仅关乎创业，更关乎我们每个人如何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让我们来看一个例子。2000年代初 ，PayPal 刚刚起步，当时的在线支付市场一片混乱，传统银行和金融公司都在试图通过改进现有的支付系统来争夺市场份额。然而 ，PayPal 的团队并没有选择从1到 N 的改进，而是选择了从0到1的创新。他们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在线支付方式，彻底改变了人们的支付习惯。今天 ，PayPal 已经成为全球领先的在线支付平台之一。这个例子告诉我们，真正的创新不是改进，而是创造。让我们一起走进从0到1的世界，去探索那些隐藏在0到1之间的无限可能。创造性垄断，创造而非竞争。彼得·蒂尔在书中首先提出了创造性垄断的概念。他认为，竞争并不是商业成功的关键，相反，创造性垄断才是。他指出，竞争只会导致资源的浪费和利润的稀释，而创造性垄断则能够带来巨大的价值和创新。从心理学角度来看，竞争往往会激发人们的防御心理和短期行为，而创造性垄断则需要长远的眼光和创新的思维。创造性垄断者并不是通过击败对手来获得成功，而是通过创造全新的市场和需求来获得垄断地位。要实现创造性垄断，企业需要专注于创新，而不是竞争。以下是一些具体的方法：差异化定位，找到市场上未被满足的需求，并提供独特的解决方案。技术创新，通过技术创新来创造全新的产品或服务。市场创造，创造全新的市场需求，而不是仅仅满足现有的需求。彼得·蒂尔在书中写道，竞争是留给失败者的，真正的企业家追求的是垄断。他以谷歌为例，说明了创造性垄断的力量。谷歌通过其强大的搜索引擎技术，创造了全新的在线广告市场，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新，最终成为了全球科技巨头。逆向思维，从不同角度看待问题。逆向思维是彼得·蒂尔在书中反复强调的另一种重要思维方式。他鼓励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甚至是从相反的方向去思考。逆向思维能够打破常规思维的局限，激发创新灵感。从心理学角度来看，逆向思维可以帮助我们克服思维定式，发现那些被忽视的可能性。以下是一些逆向思维的应用方法。反问法，当面对一个问题时，尝试从相反的方向提出问题。例如，如果问题是如何提高销售额，可以反问如何降低销售额，从而发现新的思路。否定假设，假设现有的解决方案是错误的，然后寻找新的解决方案。角色转换，从不同的角色出发，思考问题。例如，从顾客的角度出发，思考产品或服务的改进方向。彼得·蒂尔在书中提到，如果你想创造一个成功的商业模式，首先要做的就是质疑现有的模式。他以特斯拉为例，说明了逆向思维的力量。特斯拉没有选择与传统汽车制造商竞争，而是从电动汽车的角度出发，重新定义了汽车的概念。长期规划，着眼未来，稳步前行。彼得·蒂尔强调，长期规划是实现从0到1创新的关键。他指出，许多企业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缺乏长远的眼光和明确的战略。从心理学角度来看，长期规划能够帮助我们克服短视行为，保持对目标的专注和执着。长期规划需要我们具备前瞻性和决策力，这些都是实现创新的重要素质。以下是一些长期规划的具体方法。设定明确的目标，明确企业的长期目标和愿景，并将其分解为具体的阶段性目标。制定详细的计划，制定详细的行动计划，并定期评估和调整。保持灵活性，在保持长期目标不变的前提下，保持对市场变化的敏感和适应能力。彼得·蒂尔在书中写道，真正的企业家不是那些追逐短期利益的人，而是那些有远见和耐心的人。他以亚马逊为例，说明了长期规划的重要性。亚马逊从一开始就没有追求短期的盈利，而是专注于构建一个庞大的在线零售平台，最终成为了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团队建设，找到对的人，共同奋斗。彼得·蒂尔认为，团队是实现从0到1创新的核心。他强调找到对的人，并建立一个高效的团队是创业成功的关键。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团队合作能够激发集体智慧，促进创新思维。团队成员之间的相互支持和协作，能够帮助企业克服各种困难，实现共同的目标。以下是一些团队建设的具体方法：一、招聘对的人，招聘那些与企业文化相符、具有创新精神和团队合作能力的人才。二、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建立开放的沟通渠道，促进团队成员之间的信息共享和意见交流。三、激励和奖励机制，建立合理的激励和奖励机制，激发团队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彼得·蒂尔在书中提到，一个优秀的团队比一个优秀的想法更重要。他以苹果公司为例，说明了团队建设的重要性。苹果的成功不仅仅是因为乔布斯的个人魅力，更是因为他建立了一个由顶尖人才组成的强大团队。五、持续创新，不断突破，永不止步。彼得·蒂尔强调，持续创新是企业保持竞争力的关键。他指出，企业一旦停止创新，就会被市场淘汰。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持续创新需要企业具备开放的心态和不断学习的精神。持续创新能够帮助企业保持对市场的敏感，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以下是一些持续创新的具体方法：一、鼓励创新文化，营造一个开放、包容的创新氛围，鼓励员工提出新想法和尝试新事物。二、建立创新机制，设立专门的创新部门或团队，负责推动企业的创新活动。三、定期评估和调整，定期评估企业的创新成果，并根据市场变化进行调整。彼得·蒂尔在书中写道，创新不是一次性的活动，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他以苹果公司为例，说明了持续创新的重要性。苹果公司通过不断推出新产品和技术创新，始终保持在行业的前沿。通过以上对从零到一，开启商业与未来的秘密的深入解读，我们可以看到，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本关于创业的指南，更是一本关于如何思考未来，如何创造价值，如何在竞争激烈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独特位置的指南。彼得·蒂尔通过创造性垄断、逆向思维、长期规划、团队建设和持续创新等核心概念，为我们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创新思维体系。如果你也想在快速变化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如果你也想创造属于自己的未来，那么我强烈推荐你阅读《从零到一》。这本书不仅会改变你对商业和创新的看法，更会激励你去追求那些看似不可能的目标。记住，创新不是少数人的专利，而是每个人都可以追求的目标。正如彼得·蒂尔所说，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企业家，只要你愿意去思考、去创造、去突破。所以，不要等待，不要犹豫，从现在开始，从零到一，开启属于你的商业与未来。未来属于那些相信梦想之美的人。埃莉诺·罗斯福 （Eleanor Roosevelt）。让我们一起相信梦想，勇敢地去创造未来。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次再见。